真实记录我的中缅边境一日游。这里是云南的勐海县，对面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缅北。今天我将从西双版纳的景洪市出发，参加中缅边境一日游，价格非常的实惠，150元。我原本是打算一个人去玩这条路线，来回近300公里，包车就要600块。想到现在经济下行，我表姐现在涂香水都只涂人中，只取悦自己，不让别人蹭到半点味儿。表哥的保时捷豪车上，1年来没听过一首完整的歌曲，因为他没开音乐会员。一方面要节流，另一方面坚决不让资本家开源。虽然我早已财务自由，现在吃泡面加卤蛋，想加几个就加几个，但还是要居安思危，该省的要省，该花的也要省。早上7点半就要去泼水广场集合。景洪是西双版纳的首府，澜沧江从景洪穿城而过。澜沧江在国内名气不大，但它流出国之后，名字变成了大名鼎鼎的湄公河。它流经中国、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6国，可以说是东南亚多国的母亲河。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，上游在中国境内。这条东南亚生存和经济的命脉，其实掌握在中国手中。从地缘博弈的角度讲，澜沧江相当于100个师。可以去看一下，你就不用花钱再来一次啊。勐景来景区又被称作中缅第一寨，刚进景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，音乐声中夹杂着打工人的麻木和996的倦怠，舞蹈演员则是达到颜值巅峰起码40年的傣族美女，绝对是村里广场舞的主力队员。这是一个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边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，距离打洛口岸仅5公里。它其实就是一个村庄，90%的村民是傣族。这里最大的特色是一脚踏2国，江的对岸就是缅甸。这条江叫做打洛江，打洛江从寨子西侧流过，形成天然国境线。江的对岸就是缅甸第4特区小勐拉，可以在这里体验一江之隔，2国风情。当年小勐拉到处是鸦片种植地和毒品加工厂，至1997年被缅甸中央政府确认已彻底清除毒品。此后，小勐拉依托毗邻中国的地理优势，转向发展以博彩业和旅游业为核心的经济模式。当地约80%的人口为华人。据说小勐拉目前的状况是，明面上的乱，比如枪战、毒品少了，但暗地里的坑，比如赌博、诈骗依然不少。寨子里保留了非常原生态的傣族生活方式。这里曾是中缅边境的宗教文化中心，寨内有塔林、神树、神泉和佛寺，保留着浓厚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。村寨里依然保留着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工艺，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慢轮制陶、古法榨糖、傣锦制作、傣纸制作等活着的非遗项目。午餐是自费的，每人35元，是安排到当地傣族村民的吊脚楼上，体验正宗的傣族菜，味道还可以接受。据我观察，大多数游客吃的都还是挺开心的，毕竟这种体验还是很独特的。背面记好了，拍照不要拍背面，拍佛，你不管去哪里也不能拍背面的。好啊。打洛口岸是国家一类口岸，紧邻缅甸东部第4特区。口岸的这个牌子下面不是英文，而是拼音。我刚开始以为是搞错了，后来想想，有些少数民族同胞和缅甸人，也许他们不会看汉字，但讲汉语，通过这个拼音就能看懂意思了。在打洛口岸，可以远眺对面的缅甸口岸，也能看到缅甸一侧的大金塔。口岸附近居然还有一个边贸珠宝直播基地，看来只要是中国的地方，哪怕是这偏远的边疆口岸，信息一点都不落后，能跟全国保持一致。旁边还有一个装修高档的珠宝市场，主要是卖来自缅甸的翡翠，价格从几百到上百万。玉这个东西水太深，我老爹曾经买过一个手镯，卖家开价3万6，老爹还价到25，竟然成交了。旁边还有一个菜市场水平的玉石市场，商户还挺多。虽然这里看起来亲民一点，但我也不敢问价还价，就怕出现赵本山和范伟卖拐的情况，从3万还价到500，卖家立即喊成交，不掏钱估计很难脱身。在跟团游的过程中，导游的讲解其实也是一大看点。这里处于中缅边境，对面的缅北各种电诈毒品绑架战乱，确实非常猎奇惊悚。导游也会给我们讲一些外地人很难知道的干货，有些故事令人捧腹大笑，
有些故事则听得让乘客们心惊肉跳，心有余悸。我们建议行程去中蒙边界，坐车2个多小时，中途会上洗手间，全程不走回头路。我们的行程孟井来、国门、笃树城的记好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早上好。那不行，我们今天36人，对不对？36人，一人之一在一寸，一天之一在一程。早上和时光最好的时候，你们早上都懒洋洋，这天怎么玩，朋友们？你们机票就那么贵，火车票那么贵，住宿也不便宜，对不对？而且的话呢，咱们今这条线这么好的线路，用这个状态对待你们所花的钱，对不起所花的钱了。再一次，各位朋友，早上好。好。对吧？开心不是？欢迎你们乘坐我们直通车啊！后来我们2艘货船10艘船员从景洪港港口出发的，我告诉你啊，经过地方之后被他们给劫持了。他们其实劫持目的干嘛呢？让咱们中国人帮他们运输毒品啊。那你说咱们中国人干不干？肯定不干，不高兴，把我们船劫掉。为什么存呢？给儿子娶老婆，女儿嫁妆钱，存年龄，对不对？你们汉族思想会这么想，我们可不会这么想。我呢，今天挣100块钱，我要把这100块钱吃光、花光、用光，我呢再接受另外100块钱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不攒钱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们发现没有？景洪市银行多不多？银行多不多？景洪市。我们的银行是有的，但不多。要走好省都要找银行，好省那才走行。我们的银行都是汉族修建的，存钱大部分汉族人啊。我们老百姓思想，有时候为数无疑啊，特别老年人啊这种的，他们认为的，我把钱存到银行以后，银行不是给我张薄薄的卡，这个卡多好，什么东西可以买，全国各地可以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老人认为，我的钱是要看得见、摸得着才是我钱。你呢，只是给我张卡，我看不见我的钱，摸不到我钱，这种的。所以我们的那个思想和你们还是有那么点区别的，告诉你。还有的话呢，我告诉你们还有问题，你们去你们汉族学校，你们的小学、幼儿园、1年级学文去看看，你们发现没有，接孩子欺负的老人，汉族学校是不是？你们可以有空去看看我们这边市区的，我们的小学、幼儿园呢，1年级那边接孩子欺负的年轻人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老人是不会把孩子当孩子的。你自己生孩子就帮解决，想办法解决。我老子不管你了，我老子这种身体健康就可以了。哪里像你们汉这么幸福年轻啊？孩子一生就有父母，你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啊！我们是不会把你带来，你自己生孩子嘛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老人是负责身体健康就可以了。我们老人虽然说不讲究吃，不讲究穿，但我们老人很享受的啊！你告诉他，比如说我们老人不像你们汉族，你老人家穿的光鲜亮丽的，会打扮。我们不讲究吃，不讲究穿，但是我们老人你说这东西吃了对身体好长寿。这东西用了对身体好长寿，你放心了，在他能力范围之内，他一定想办法吃东西。那你们汉族有些老人不舍得吃哦，哎呀，我的钱，老人家反正我年纪大无所谓了把钱留给我儿子，留给我孙子，对不对？很多老人在想的，所以这个思想还是有点不一样，告诉你。对，在中国只有我这地方才有，而且我们人口不多，所有基诺族才2万多人口啊。我们是1979年6月份的时候才被国家确认公布为单一的民族，对，也是这种原始会跨入社会中社会的，所以你们很多人不认识，那是正常。我们基诺族自称基诺或者雅诺，在清代的时候称优勒的。我们以前生长就靠刀耕火种，60年后我们才有古典农耕的。为什么不喜欢男孩子？你说，为什么呢？小朋友们，因为女孩生孩子，对，生孩子，男孩只读书。对，挺好，再代价，男嫁女娶，男人逼我嫁出去，女人娶过来，泼出去的水，你们不喜欢，我们也不喜欢，是我们喜欢女孩子，不喜欢男孩子的。而且我们代家，我住房和你们汉族不一样的，你们有空去看一下。我们的房子这样的楼上住呢，楼下装放杂物的。住的话就不像你们汉族一个房间的用木板会装的隔开，对不对？睡觉的时候夫妻一个房间，夫妻房间，对不对？我们大部分是打通铺，老小全部住在一起用蚊帐来。上次小姑娘问，白姐，缅甸不是在打仗吗？我们今天去能不能听到炮声？你们说我们能不能听到炮声？打不打仗？不打。不能下车的地方，咱们就不要下车。为什么？咱们缅甸的山和咱们中国山连在一起的，对，你自己瞎走乱走，你不小心走到缅甸去，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缅甸就跑掉。对，缅甸的要求很低，只要是不露肚皮、不饿肚子就可以了。你不露肚皮很简单呀，买70-80块衣服可以穿好久，对不对？不饿肚子，每天20-30块吃饱饱，对不对？他们1-2千万的工资可以养好几个女人，何况你们在座几个猫猫，你们几个陪情货，每个人收入不止1-2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只要想一想，可以养好多女人。说缅甸就男人偏低所以现在所有流团都过不去。如果说有人告诉少东林，毛走带去玩缅甸我带你过去，我告诉我敢保证100%，要么是黑车黑团，要么偷渡的
真正的正规军是过不去的啊，所以不要想我们是过不去的，我们到边境是过不去，安全第一啊，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个边境有个村叫寡妇村，一个村的没有一个成年男人，告诉你，全是成年女人或者孩子。你们想想，男人都去哪里去了？拐子，全贩毒，全被抓啊！不是打仗，全贩毒，全被抓，有些判死刑，有判刑，告诉你，所以说这是很多的。还有呢，我们那个边境还有一个村叫那个43个贩毒的，特别有钱，虽然说是贩毒，但以为村里做不少贡献啊。后来43个商量好，要给他们村修条柏油路。你们想想没有？修条柏油路花多少钱啊？然后呢，图纸画好了，施工队找好，准备施工的时候。你们应该知道，老百姓嘛，人一个村不是好多人家，又不是一两人家，对，这么多，他家咋那么有钱？一会儿做那，一会儿做那个，从哪赚那么多钱，对不对？就是眼红，打电话举报，警察就过来查。一查的话，你们知道，像我们当地老百姓洗澡都是太阳能，太阳能你们知道不？一个太阳能不是要放个大桶，对不对？他们一个太阳放了4个大桶。警察去查的时候，你知道查什么？你们查什么东西吗？4个大桶全放人民币啊！还有一次，我朋友开着自驾车路过马路边，是我朋友啊，2个妇女抱着小孩在挡车，因为我们当地姓胡的，多做善事，为自己积德，为家人积德啊。路过马路边下着毛毛雨，天快黑了，找方向车，我朋友想，哎，这么晚了，2个妇女抱孩子挺可怜的，车也挡不到了，他就是警察留的车，查半天，你们猜查什么东西？啊？后来查半天你们知道他查到什么东西吗？放哪里的？对，他那小孩为什么不活不到？因为小孩是死的，他要把那小孩肚子划开，把那内脏拿出去，补平放进去缝住的啊，缝住。运毒人他什么招都收出来，他不讲诚信的。我卖毒品给你5万块钱，你走之后我再打电话举报，只要警察一抓到我的奖金又是5万块钱，我双倍的钱，不是哪那么好抓。所以我下午早上跟你们讲，我怕堵车，因为如果没人举报那天我们顺利通过，那就过去了。如果有人举报今天可能有人带东西了，那一天的话一个车不放过，一个人放过可能会堵车，我不敢保证堵1小时还是2个小时，所以为什么堵车这个情况？对面的话是属于缅甸的一个城市，叫小姆拉，也叫华人街。这个位置的话不嘎要知道是最安全的这个区域。那这个天朗离咱们越来越这个近啊。对面应该还是我们吧？对面不是天朗湾就是缅甸了啊。啊，这么近吗？对。哇，哈哈哈哈！哦！真实记录我的中缅边境一日游。这里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勐海县，对面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缅北。我们现在是人在中国，紧在缅甸，对面的话就不属于咱们中国领土了。对面的话是属于缅甸的一个城市，叫小姆拉，也叫华人街。这个位置的话不嘎要知道是最安全的这个区域，只不过是现在受到这个电诈的影响，我们这边没有一日游，咱们过不去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只能是人在中国，紧在缅甸。我们待会在这里呢自由拍照，15分钟的时间。然后咱们眼前所看到这个塔呢是东南亚最流行的这个塔，叫中缅友谊大雁塔。这个塔的费用呢是我们中国跟缅甸一起合资修建，它是建在缅甸的领土上。啊，塔的话是以金色打造，因为缅甸是个佛教国家，喜欢金色，金色代表消灾祈福、保平安的意思。好，那么咱们过去拍照，你们有什么不懂不明白都可以来问。然后桌子面有4个水果、火龙果、菠萝蜜，都可以去拍照。啊，不能摘啊，不能摘，用手机给它拍回去就行。好，那咱们就过去拍照啊。这边也不是个花呀，有花那边就是那个，对嘎腰子。各方国力啊，都已经非常的很好的。那要想我们过得更好，首先要把边疆给管好啊，因为边疆的话呢，它的这个走私贩毒比较泛滥。现在一建的这个货网的话呢，几乎没有了啊，我们的这边的sinh活制度就非常安全了。缅甸人一到内战的话也过不来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边是非常安全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前方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货栏离咱们越来越这个近了啊。整个边境现在有36.5公里站稳这个小镇啊。那这个天朗离咱们越来越这个近啊。对面应该还是我们吧？对面不是天朗湾就是缅甸了啊。啊，这么近吗？对。然后咱们的话呢，待会儿就去看那个表演了啊。我们现在的话要经过一个傣族村寨，然后上面看的话呢是卧室不能乱看，特别是我们男的，万一你看卧室是女孩子寄宿房间，她当时万一她看到你怎么办呢？那恭喜你，你要到我们这边上门，要做3年的苦力啊。好，那咱们到了啊，我们去看表演。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神秘山寨，走。
所有人东西带上，这里下车。是的，进来这里有没有感觉到很凉快啊？这样房屋构造主要是起到一个冬暖夏凉、防潮防震还防蛇。啊，平时如果说这里有基础的话，我们要上这个台阶是要把这个鞋子脱了啊。但是现在的话，这个房屋是属于展示厅，不用脱鞋，我们走上去啊。好，咱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乐器呢，是我们傣族这边最古老的乐器，它叫嘎拉萨，这就是我们傣家的二楼了啊。这里的话呢，有个老佛堂啊，有这个青高塔这个，这是我们这边的乐器啊。我爱你，阿弥陀佛啊，你们可以学一下。男的话叫搓搓嘞，在缅甸；女的话叫妹妹搓啊。然后缅甸话呢叫咱们做叫本儿啊。这个部落的话是佤族啊，佤族的信仰图腾呢是牛头，他会把寨前，他会经常寨前都会把这个牛头挂到他们寨前门口。咱们走到这里的话，最安全为美啊。我们这个阿婆她的牙齿不是天生的那个黑啊，她主要是用的以后呢，这个质料就融化，融化后呢，她就拿这个呢涂到这个牙齿上。为什么要涂这个牙齿呢？如果说她不涂牙齿的话呢，说明她还是小姑娘。她涂了牙齿的话就是成年了，可以嫁人了。你涂的越好看，得来的男性就越多。然后它也是起了一个很好的保护牙齿这个作用，因为这个能保护牙齿不蛀虫，坚固。你看像我们的阿婆的牙齿呢都没掉落过啊，牙齿的话很坚固。这是他们缅甸特制的黑莓牙膏，跟咱们中国黑莓牙膏不一样。那因为它牙齿坚固，这上面摆放的这是他平时吃的一些零食这是树皮，这是观音土啊。我们现在肯定没法消化了。然后它的耳洞的话很大啊，看到没有？大的耳垂。它的戴的耳环跟我们不一样啊，它的耳环是很大的啊，所以说它也叫大耳朵族啊。那我们先去看表演嘛，等看完表演后呢，如果说你们喜欢想要跟他拍照合影呢，咱们可以过来拍个照啊。好，那咱们像这样的刀梯嘛，就是就是缅甸男孩子为了想在异性的面前呢体现自己勇敢啊，然后他越勇敢，他就会受到女孩子的青睐。然后他们会爬到一定高度的话呢，会做出那个危险的这个动作。他做几个动作，就代表他有几个老婆的意思因为缅甸话呢是以老婆多为荣啊。有没有毛德利稍微过来帮忙鉴别一下这个刀是真刀还是假刀啊？是塑料做的还是真刀啊？好的，那毛德利可以往里进。来你可以今天触摸一下，可以触摸一下啊，不能使劲啊，刮的时候呢就不好了啊。是不是真的？像我一样。不是烫，还有没有人要？我要来。还有没有人？谁要来？小朋友过来。对。好，小心啊！真棒啊！是不是刮断了啊？真刀吧？稍微等2分钟啊，后面还有一个团。咱们等一个，不要太危险啊！你要爬这个刀梯呢，要有一定的这个功力要有一定的这个底子啊。然后他会爬到一定高度啊，咱们给他的掌声越激烈，他表演的话更加精彩啊！好，他开始做动作了啊！谢谢中国人。好，开始第一个动作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叫开膛破肚啊，这个动作非常危险，一旦做不好把这个肚皮给划破掉，肠子都会流出来啊。好不好？好。第二个动作大鹏展翅啊。他的话呢是向往外面的世界，一次来到这个中国了。他做了几个动作啊？2个动作啊，他就有2个老婆啊。他们有没有做只有2个老婆吗？我们在座的沙德利有没有看上他的？让他做第3个动作。没有，20号这个。没有的话那就下山啊。所以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所有的重力的话呢都在这个脚底跟后啊。好，咱们给他的掌声啊。怎么会？好，下山了啊。好，看一下他的手。没有受伤吧？表演非常的成功啊。好，咱们的第1道战呢就结束了啊。他有2个老婆，他常在中国应该老婆也跟人家跑了吧？跑了没有？
好像跑了。跑了。还有一个哦。还剩一个。哦，那你要赶紧回去啊，要不然第二个也跑了。好，第一节目就结束了，那咱们现在看第二个节目啊。大家可以记得可以看一下，这里面全部是玻璃啊，它会把它聚成一圈啊，然后它会在这里面赤脚的去踩这个玻璃。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呢，也是缅甸一种表演，也是一种打猎方式。因为缅甸以前是属于他们生长在部落里头，以前是靠打猎为生的。在初期打猎之前，他们会找一个勇敢的男孩呢，然后去踩这个玻璃。如果他没有受伤，说明真的是好日子；如果受伤，那不是好日子。那这个阿仔的话呢，他会从里面捡出一块铁片啊，为了给大家鉴别啊。这叫你们叫玻璃，玻璃啊，我们叫布灵。啊，缅甸的话呢，玻璃叫布灵啊，大家一起去学会了记缅语啊。啊，还有脚趾呢啊。哇！碎了哈，这是玻璃啊。这个肯定是。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啊，小红崽上你回去不要去踩啊，太危险了，因为他从小不穿鞋，他的脚底板呢比你平时还厚啊。条件不一样啊。那刚才呢，大家看到的是真的玻璃吧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缅甸角啊，同样这个缅甸角，哎，好，给掌声啊！好，为了掌声啊！内裤是吧？外裤，脚掰了。这个还是比较可怜了，没有老婆啊，他也没有什么工作啊，工作很简单啊，他的脚没有受伤吧？哎，非常的棒啊！如果说这个时候回缅甸呢，已经可能会被推荐成为村长，因为他会汉语又很勇敢啊。好的，那我们有上刀山，那就有下火海。我们的下火是什么呢？虽然看到我们后方啊，我们那个阿仔，他从里面火堆里面烧到现在啊，温度相当高啊。会。有抽烟的吗？有没有抽烟的猫不哩？有抽的话啊，你出来啊，你面朝观众用一下他们这个缅甸的打火机。让你来表演一这是缅甸打火机啊。给他一支，你也一支。在嘴上啊，对。啊，你也给他一支。动动嘴啊，老啊，你只要动嘴啊，不要动手啊。哎。哇！这个好不好用，猫不哩？超好用。好用，到时候结束给你送一块啊，带回去。还有谁要体验吗？还有谁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这绝对是烧的，不是煮的，是吧？好，没有了吧？还有我们隔空感应，隔空感应啊，来去触摸很烫啊，是不是很烫啊？不要靠得这样烫吧。啊，这个是从早一直烧到现在，温度很高了啊。来，不抽烟的看这里，这里有水。放到那个水桶里啊，很烫了啊。不要怕。好，我们这个下火呢，不用脚踩，也不用手摸，它是用我们人体最柔柔的部位呢去触碰那个铁片。啊，对，非常棒。哦，用我们这个水手啊，来，准备开始了啊！机场也非常长的啊。想要拍照摄像的，把自己的手机、相机、空机啊、拖拉机、母机拿出来了啊，准备了。哇！人说，马嘞！哇！好不好？哦！立马力，要不要？要啊！你要是吧？不能要哦，还是我来要算了。我们中国人吃冰淇淋，来这边是火淇淋，来，人说，马嘞！哇！有没有闻到这种味道啊？铁板烧的味道。啊，小朋友，你们点那个冰淇淋是吧？我们是铁吗？缅甸的火麒麟，火麒麟也不好吃啊。正宗的铁板烧。来，中国有句俗话啊，好事不过三，最后一次啊。好，最后一次啊，让刚才拍到了，准备好啊。人说，马嘞！哇！你别看啊。继续给马嘞啊！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！我好，非常感谢我们两个美男阿仔给他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表达，说精不精彩？精彩，好不好看啊？相当的精彩啊！但是我们回去不要去模仿，他两个的话是来自缅甸的，
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如果刚才咱们看他们经常的表演，如果说咱们身上有点零钱的，给他们一点，让他们生活过得好一点啊。这个是随心所欲的啊，咱们有零钱的，帮助他们一点，让他们过得好一点，因为他们也不容易啊。然后咱们的这个表演就结束了啊，我们就要下一站啊。那咱们的最后一站，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树，独树成林。这个树的话呢，我们白语话叫美隆卡啊，翻译成汉语话就是独树成林。它的学名叫高山榕。这个树的话，距植物学图上呢有1200年啊。你们往这边下，你们去正面去拍个照，拍完之后还是沿路返回，然后到这里上车啊。来，咱们稍等地方往这边走下去。那个，哦，全是的风，天太亮了，反而拍的不太好看。对吧？绕过去嘛。那边是最简单的，你都好看。你发我，我说你喜欢你就喜欢。云南的巨无霸镇以下犯上，全面碾压县城，城建面积、经济和人口都领先，是云南唯一的副县级镇。你绝对想不到，在云南的版图上，竟藏着一个全方位碾压上级县城的镇。我说的就是孟定镇，它名义上是个镇，却顶着云南唯一的副县级头衔，手握国家级一类开放口岸，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双双秒杀所属的耿马县城。这里人口超10万，车水马龙，堪比县级市。这里凌晨3点的夜市，烟火气比县城还浓。一个镇凭什么能拥有超越县城的繁华？又是什么让它在体制内拥有了特权地位？今天我就来到了这个不是县城，胜似县城的边境巨无霸镇，揭开它富可敌县的神秘面纱。我入住孟定镇上一家快捷酒店，140元每晚，条件不错，也实现了现在流行的智能化控制，通过智能音箱、语音控制全屋设备。走在孟定镇的街头，如果抹掉汉字，你会觉得置身于东南亚。中缅路、中国边贸城这些地名都在清楚地展示它边关小镇的特别之处。孟定镇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区，全镇共聚居着23个民族，少数民族占比超过55%，其中傣族最多，占37%，其他民族还有佤族、景颇族、德昂族等。孟定镇与缅甸果敢地区直接接壤，作为中缅边境上的重要口岸城镇，孟定镇拥有国家级的清水河口岸。这个口岸正是与缅甸果敢自治区的清水河市直接对接的，是中缅之间一条非常重要的陆路通道。孟定镇的人口规模远超它的上级耿马县城。孟定镇常住人口约10万人，而作为县城的耿马镇常住人口不到6万。岁月美丽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踏过娇美的咖啡厅，路过清澈的名地，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出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万事清醒到哭泣，终于找到了回答。过去啊，不能答。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
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绊倒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买回去咋子嘛？我们买回去放冰箱，你过头我们拿起来要化。哦。他说我买10个。不要放冰箱，用那个袋子。不得行，我们行，我们都吃不行，晓得吧？那是对，吃的东西拿袋子装。哎，我说这个会更大一点。那是成斤的7块1斤，是这样，每个都差不多吧？差不多，这个都做了它是馍，它那个馍噻。哦。拿白胶纸袋、食品袋装了嘛？那是对，吃的东西拿白袋子装。你要看到吗？哎，我说这个会更大一点。不是的呀。全部新鲜的这边的。好，调好了马上打给兄弟。不去。我请进。其他呢？没什么。这个吗？好，1分钟打了。是吗？美女，来一个吗？2个鸡爪。好，这个28块。是不是摸这个？好。我有觉得有点想说话。内裤对价，内裤对价，内裤对价。我回去可以直接吃吗，老板娘？哦，直接吃了，不用再那个另外加热吧？不需要加了。不用加的哦。这个酸肉。酸肉。哦。哦，没看过。没看过。没有。大家一起帮我把站在往上面一点，谢谢关注。那是我的儿子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一个小背影，大家一起给小朋友。今年都没有啊，对。哎呀，你怎么聊过了？那你这个都要么哦，好，好好行，好。3元。ว่าถึงมือกัดลงคนน้ำพ่อจากการเรียนนะคุณนี่ค่ะเอาไหนถึงมือไว้เป็นพันโยถึงมือนะพ่อเนี่ยยังมาชิมที่ภาพนี่เดือดเดือด还有炸猪皮，老板娘，炸猪皮怎么卖啊？7块1发。有没有试吃的呀？尝一点点味道。等等。挺好吃的，买1包。
能放多久，老板娘这个？可以，反正你吃了，你要帮它封起来，1个星期也可以。哦，好，这个是炸了多久的呀？今天才炸的。好。世界的海洋，在未来的风里流浪。我要2包，这种吧。你迎风歌唱，我们开着时光机，在无垠的星海也好，窗外宇宙星河灿烂，你泪光闪闪，一个擦肩，远过一个光年。我在时间河流旁，等你看过繁华落尽，再和我一起旅行。一个转念，便是平行世界。我在安静旋转里，等你赴我理想之境。不管你是否忘记。这是我云南之行最艰难也是最险峻的一段旅程。它位于中缅边境，全程都是狭窄的国道，很多时候大巴车都是沿着怒江的江岸行进。坐在车上就像坐在悬崖边上，悬崖的底下是奔流翻滚的怒江。从瑞丽市到镇康县270千米的路程，竟花了9个小时。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，路途虽然艰难，但风景也是绝美。有时候经过云雾缭绕的山顶，有时候经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，中途还经过一些傣族小镇。这一路辛苦的跋涉，对于我，却是一段永生难忘的旅程。
想带你去云的故里，张开翅膀听风的梦呓，想和你在新的花期背上行囊去芬芳之地。人生的旅行无数偶遇，辗转的命运却围绕着你，这旅途有你，风吹过繁华如雨，凝结时光的欢喜愁绪，懂了陪伴的意义，这人生有你，花落下万千涟漪，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，才是最珍贵的记忆。才是最珍贵的际遇。这旅途有你，风吹过繁华如雨，凝结时光的欢喜愁绪，懂了陪伴的意义，这人生有你，花落下万千涟漪，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，才是最珍贵的记忆。岁月美丽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靠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游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
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湖心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的歌曲唱着你我，幻视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。过去啊，不能抵达。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